其实厨房装真烟型助警器是没有关系的。我们自己家里其实厨房就是装真烟型助警器。这7、8年来我都不知道。Hello， 大家好，我是93先生，很高兴你继续收听这个频道，让你朝安全又迈向一步。嗨，我是晶晶，大家晚安。晚安。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讲讲的就是助警器该怎么选。对啊，因为我觉得这应该是很多人的疑问，而且会想说大卖场那些有保障吗？对啊，到底适不适合我们家？所以我想呢，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说明一下，真的我到了大卖场，或者我上网要去这个网络商城买的时候，我要用哪一些标准去选择适合自己的助警器？第一件事情，最基本，这个助警器上面一定要有个别认可标示。这个认可标示法规上的规定，它是有不同的样式。那大家可以自己上网去搜寻个别认可标示，那你会看到有一些政府的网站告诉大家说这个标示应该长什么样子，就跟灭火器一样，没有通过认可的，通通不要去考虑它。那第二件事情呢，我们通常会建议大家去买这个叫做10年型的助警器。就是现在市面上比较常听到我们惯用的说法，会说助警器有10年型跟3年型。好，那这个讲法其实并不精准了。助警器相关的法规是规定说，电量必须至少要3年以上，一般的碱性电池就可以达到这个要求。大家如果看到这个电池是长那种长方形的那种9伏特的电池，大概就是属于这种。那但是呢，现在一些比较新的助警器，它会用锂电池，长得比较特别，看起来很像一般那种圆柱形的电池，会有2条电线跑出来，那个是锂电池。那锂电池它因为呢自然放电的速率比较慢，所以呢它可以有10年的待机寿命。这里我会比较建议大家去选购10年型的，也就是使用锂电池的。当然10年型的也比较新啦，所以我觉得呢，不管是 CP 值来说，还是说它的这个品质，我觉得会比较好一些。不过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件事情，因为机械本身它就有可能会坏掉。分3年型、10年型，那个指的其实是电池的寿命，不代表说我的机器其他的元件、其他的部分它一定能够撑到10年。通常厂商出品他们会做一些品管，大概的寿命也是10年左右。那这个10年时间一到，电池大概也快没电了。快没电的时候，它其实会有一个低电压警报，就是你前几天在那个限动上有放给人家看。大部分都是那种比较短促、比较小声的警示音，就是会让你俩公那种声音，就是9999，然后就滴，9999，然后就滴。对，那各位，如果真的它出现低电压警报，或者是你已经安装将近10年了，那我会建议各位把整颗机子换掉。那我不能直接换电池就好了？其实不太建议啦。为什么？因为一个事情是那个锂电池没有那么好买。那第二个事情是刚才也提过了，机器本体的建议寿命也是10年。一般而言，我是建议大家10年时间到了，干脆就换一颗机子。所以其实你的助警器装上去之后我会建议大家要标注一下今天的日期啦。那再来第3个事情，就是我会建议大家选择用真烟型的助警器，因为在相同的条件之下，其实真烟型的感测速度会比较快，安全上保障性会更高的。那再加上呢，现在美国跟日本他们也都逐渐在改变他们的建议，就是告诉大家其实厨房装真烟型助警器是没有关系的。我们自己家里其实厨房就是装真烟型助警器。这7、8年来我都不知道。对，你都不晓得对不对？我们正常在这边煮饭开火其实也都没有误报过。它不像以前大家想象的那样子那么不稳定，也是拜科技发达所赐啦。那当然，如果你安装的环境真的是冒烟量非常非常的大，举例来说，你装在车库里面，那还是有可能会产生误报，好吗？那你就再换成感热型的就好了。真烟型感测动作比较快，我觉得它会给你更多的反应时间啦。好，那最后一个事情，如果你今天是住在公寓，你就只有用到一个楼层，你装的是我们常见的独立式的助警器，你不会有听不到声音的问题。但是如果你是住透天厝，那我真的强烈建议各位，你要装的叫做联动型助警器。助警器它的功能除
除了及早探测之外，它也要及早告知我们。如果我们今天听不到声音，它没有发挥到及早告知的功效。你住在透天厝，我如果寝室是在3楼，1楼发生火灾，那住警器在1楼响，我们听得到吗？不见得啊。所以呢，如果你是住在透天厝的话，我真的强烈建议各位去准备的是联动型的住警器。当然，联动型的住警器它会比独立式的贵蛮多的，但是这是为了大家自己的家人安全。所以呢，我想呢，这是跟大家说明一下哈，我觉得选购上面你需要去注意的一些事情啦。首先，第一个一定要有个别认可标示。第二个，我会建议大家选择锂电池10年型的住警器。那第三个，原则上我建议大家选择真烟型的为主，即使是厨房也是一样。那以及第4个事情，如果你是住透天厝，独立式的住警器可能是远远不够，你必须要选择联动式住警器才行。当然啦，我觉得你会需要我们这一集的内容，是代表说你已经真的开始在思考自己家里要买什么住警器了。对，这很棒。所以呢，我想我们今天这个关于住警器的选购方式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那么希望呢，今天的分享内容对大家的安全有所帮助。如果各位有从这一集获得收获的话呢，请按赞、订阅、分享我们的影片。你家装住警器了吗？欢迎下面留言。那今天就到这边咯，下次再见，拜拜。我有个问题，那等到10年到了之后，那个锂电池跟住警器，我们是不是要分开去丢？就我查到的清洁队的资料是说，废弃锂电池他们是可以回收。好，那当然这个可能各位还是要查查看你们自己县市的规定。住警器本身的话呢，也都是可以回收的。以前我们这种探测器会分成一种叫做离子式，跟现在比较常见的叫做光电式。它们的差别是说，我今天这个探测器它在侦测到烟雾的时候，是用什么样的原理去产生电流，然后触发它的警报。离子式就我知道它其实是有放射性的污染，所以它在回收处理上会特别的麻烦。但是这一点大家现在比较不用担心啦，因为现在大部分都是我讲的另外一种叫做光电式。那光电式的原理，大家在很多地方一定都看过，就是你的小便斗，你一靠近它的时候，它会开始冲水，它其实就是类似这样子的原理。